好你个李长庚，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贫道跟你没完！血海光柱之下，大城边缘，太极图笼罩之地，浑身焦黑的太乙真人指着侧旁安睡的云霄仙子等人，对着李长寿破口大骂：几位子，感情你就拿贫道相试？那是天罚，你以为谁都是你啊？跟道祖老爷的亲孙子似的，没事劈两下适应适应。哎呀，疼啊！李长寿在旁边连连陪笑作揖。哎呀，另外一边，白泽梳理了一下自己飘逸的长发，抹了一把脸，含泪把自己的山羊胡修剪得更短了一些，对着凝成的镜子左看右看，满是惆怅。没想到我一个趋吉避凶的瑞兽竟然也有被天批罚的时候。跟着水神混，果然能体验到此生无法想象的兽生，且兽生逐渐圆满。太乙真人吼了一阵之后也冷静了下来，抱着胳膊坐在白泽身侧生闷气，调整着自身的气息，看向远处的那一座大殿。太乙真人道：此事怎么办？等大师兄他们醒过来？来不及。李长寿站在断墙上，眺望着头顶浑浊的血海，他话音刚落，血海翻涌，道道身影从中窜出，朝那血色光柱前赴后继。修罗族的男女老少尽皆面无表情，双目被血光填满，撞到光柱的一瞬，身形随即消融，那一点点真灵也被光柱随之吞噬。李长寿的面容有些冷峻，但并未着急，转身跳回了白泽与太乙真人的身旁。太乙真人咬牙骂道：那你刚才被天罚的时候为何不多拉几个，就拉贫道与白泽道友？嗨，这不是咱们相交密切，容易解释吗？你就是觉得旁人不是对手，你还笑？哎，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啊！太乙道友莫有这般急躁啊！道友，你仔细想想，其实水神刚刚的选择也是无奈之举。三教大师兄暂且不论，在座在躺的几位，哪一位不是心高气傲的主？若非自己参透梦境，从中脱困，自是会影响道心啊。太乙真人听闻此言，倒是颇为认可的点点头，但是越品越觉得有些不对劲儿。怎么着？我太乙真人阐教12金仙就不配心高气傲了呗？太乙真人颓然一叹，随之就皱眉看向李长寿，问出了白泽也有些关心的问题。哎，长庚，你为何能这么快脱困呢？李长寿淡然笑着，负手而立，长发在背后飘舞，整个人宛若散发着一圈豪光。每日30次醒，此事对否？有算计否？如此稳否？故当一事太过顺利，或者是完全按我心底预期所想的发展，我便会自我反省。须知敌非痴傻，自不肯束手就擒，也会因势利导，一切尽在博弈之间，而博弈最多的便是拉扯。万事都不可能非黑即白，每一次算计获胜，也不可能占到10成。总体而言，一件事能胜7成8成，已经是十分不易。但梦中一切由自己心念而起，都是自己潜意识里想看到的画面。对于我来说，确实比普通的幻阵要容易破解许多。话语一顿，李长寿扭头看向太乙真人和白泽，后二者此时目光有些凝滞。李长寿温声道：放心，我已经通知玉帝陛下以及产阶两教几位高手，此时应有20余位两教高手正在赶来。太乙真人皱眉：来这儿入梦？李长寿沉吟一声，看向太极图之外，那本源肾气无法辨识，无法探查，也不知此时在太极图之外还存在多少本源肾气。此地确实是一处宝库，这本源肾气简直就是自保利器，便是大法师这么强的道境，无心之下也会中招，就连塔爷和涂老大都来不及反应。我的小雄风复合大阵缺了什么？不就是缺了这般肾气吗？若是我能够想办法搜集一点，那……怎么感觉水神对这些肾气的兴趣明显比红莲还要多一些？怎么会呢？
李长寿摇摇头，又抬头看向了上方撞向光柱的修罗族。唉，这些也是6道轮回承认的天地生灵，须得想个办法才是了。嘿，天庭正神，哼，先天生灵。白泽在旁边捏着自己的山羊胡笑了笑。李长寿一撩道袍下摆，盘腿坐在太极图正中对应的位置。在己方元护抵达之前，我要想办法破掉这一层肾气，不然无法接近红莲之所在。白先生，稍后驼老大会用阴阳2气包裹你，将你送去外围。你联络金翅大鹏鸟，他伤势若是恢复的差不多了，就优先带几位高手来此地，尽量将修罗门阻挡在外。是。白泽抱拳答应一声，面色无比凝重。太乙真人问：需贫道作甚？师兄莫急，后有大用。李长寿闭目说着，袖中飞出了几道流光，化作几名天仙境后期的指导人，飞出太极图笼罩之地。突然间，一缕昏睡之意涌入眉心，李长寿暗道厉害，掌心凝雷，对着自己后臀的位置砸了一下，顿时浑身被电光环绕，整个人精神了起来。单单只是一缕元神之力，遭遇了本源肾气，就差点让本体入梦。混沌海实在是太凶险了，还是在洪荒老老实实的修行吧。至于为什么电后臀部位，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吧，谁没打过屁股针呢？这几只指导人或是前冲，或是上升，或是左右飞窜，各自的袖中又飞出一只只指导人。李长寿不断感应着每只指导人的细微反应，保持着雷霆对自己的攻击，长发一根根竖起，让此时的他宛若雷中神人。太乙真人在旁边看得轻轻赞叹，这化身之法当真算是3界独一家了。随即他问出了那个正在那废墟大殿中观察其外情形4道黑影同样也在疑惑的问题：水神在做什么呀？可惜太乙真人这边有白泽帮忙解释，那边只能够天马行空的推测了。可能是在探查肾气影响的范围，但这只是普通解释。若按水神大人一贯非同寻常的想法，也有可能是在让自己元神适应肾气，探索肾气的特性，看是否能辨别搜集做防身之用。不一样，我们果然不一样。那牛妖没跟来了？血海某处，银发少女有些惊疑不定地扫视着四面八方，双手抱紧怀中的宝剑。好强的牛妖，这莫非是上古妖族大能？那件元环竟能封禁元图剑，虽说元图剑并未任我为主，爆发不出原本的威能，但品阶是实打实的极品先天灵宝。少女低头用脸颊蹭了蹭剑柄，轻轻吸了一口气，当即就要脚尖轻点赶去老祖处护法。没有人能比血海中的生灵更懂如何在血海中遁。都有都有银发少女脚下一晃，差点在血海之中横飘起来。她咬着牙扭头看向嗓音传来的方向，那里血海污水朝着左右分开，一名头顶牛角带着鼻环的壮汉正在踏步奔驰，还不断地抬手打着招呼。哼！银发少女握住剑柄，全神戒备。虽然知道自己远不是此牛的对手，但她也有身为修罗族公主的傲骨。银发少女低声骂道：要杀要擒，还请道友给个痛快！青牛一阵急刹车，在少女面前停下。刚刚换了一身青蓝色长袍的她，此时已将原本有些蓬乱的长发整理得丝丝顺滑。趁着刚才的空档，他甚至还洗了个澡，喷了喷香粉，把太上老君炼制的某种灵丹碾成粉末撒在身上，增加了一点点清香。青牛的心里在回想着，自己驮着老君外出，老君用术法观察长庚师兄时，长庚师兄面对云霄仙子的各种表现。他努力地挤了一个优雅的笑容，抬手甩了甩额头的空气刘海，温声道：
道友，刚才纯属误会，我并非是要杀你请你，只是想跟道友结识一番。恶心！银发少女哼了一声，低头就朝着前路疾驰，身形化作一团流光。青牛抬手想要挽留，但是只能注视着银发少女远去，那双炯炯有神的牛眼之中满是柔情。连骂人都这么好看。道友，你等等我！脚下一滑，青牛一个箭步就追了上去，在血海之中穿梭的速度稳稳胜过银发少女，这让后者一阵咬牙切齿，却又不敢激怒这个上古妖族大能。于是青牛仰泳、蝶泳、蛙泳、自由泳，轻松地跟在这银发少女身旁，嘴边露着微笑、浅笑、深情之笑，不断问着银发少女姓甚名谁呀？家住何处啊？家中几口啊？双亲是否尚在？可否与他四处走走看看，试着互相了解彼此一下呀？当然，回应青牛的是银发少女那厌恶决绝的眼神，以及一声声的恶心！你枉为前辈，有失高手风范。还好洪荒不流行变态的说法，不然呢，这青牛妥妥的要获奖了。前冲不知多少万里，银发少女脚步一停，已经是忍耐到了极点，呛的一声，手中宝剑拔出3寸，骂道：“你想咋的？”青牛下意识地摁住自己的鼻环，讪笑了一声，而后目光诚恳，用低沉且富有雄性魅力的男低音闷声道：“道友，我可能入劫了。”银发少女秀眉轻皱，略微有些不解。青牛咧嘴一笑：“入了注定要与你一起度过的情劫。”滚！抱歉，你发怒的样子都是这么迷人。青牛摇头赞叹，温声道：“你就不想试着了解我一下吗？可能我也符合你的道律条件。”银牙少女咬牙骂道：“不想，我的一切都是父亲给的，道律之事与我无关。”青牛的心底突然泛起了长庚师兄面对圣人侃侃而谈的模样，想到了当年太清圣人老爷传授大法师道理时自己所听所悟的人教经文，正色道：“道友受到的熏陶似乎有些不妥。身体发肤虽受之父母，百善也当以孝为先。但你我降生后都是独立的生灵，我们对父母应该敬重尊重，却也该保持自我，不为他们左右。我们并非是任何人的衣服，更非旁人拥有的物件，这一点道友的父母当真做得不太对。”闭嘴！少女挺胸抬头，凶巴巴地骂一句：“你非我，如何知我？这就是我存在之理，就是我的命途。我今日还要结识，说你不杀我不请我也要继续纠缠。”道友，你有什么急事儿？不如让我一同前去帮个忙。滚！银发少女拔出原图剑，不然就在此地决一死战。莫要激动，莫要激动，平和，平和。青牛连连摆手，后退数步，弱声问：“那可不可以留一枚传信玉符？”哼！这少女甩头就走，脚尖轻点，化作一团红白相交的流光，消失于血海深处。青牛颓然一叹，站在那儿驻足良久，记下了这位少女的气息。稍后等血海红莲之事结束，长庚师兄有空了，让他帮咱出出主意吧。头顶突然传来一声高啼，青牛眨眨眼，身形一闪，破开血海万顷浪潮，直接跳了出去。金翅大鹏鸟正在空中盘旋，背上已经站着3、4道身影。一缕大鹏鸟的传声钻入青牛耳中，让青牛精神一振。青牛前辈，老师他们遇到了麻烦，需咱们赶去驰援。
我已接上了截教的琼霄仙子与龟灵圣母，阐教的赤精子道长与黄龙真人，此地离这老师他们已不远。青牛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金翅大鹏鸟背上。先办正事，先办正事，免得背后蟠桃和灵丹牛粮。然而，让青牛没有想到的是，金翅大鹏鸟展翅疾飞，转眼冲入血海，极快地赶往那座大城边缘。片刻之后，他们便与刚被太极图护出大城的白泽碰面了。白泽简单地说了肾气之事，又按照李长寿的吩咐各给安排。金翅大鹏鸟有急速，但伤势未痊愈。龟灵圣母自身的神通堪比防御类后天至宝，一同留在外围，阻止那些修罗靠近这光柱。青牛与琼霄仙子入内协助，待李长寿找到突破肾气的法子，就去抢夺红莲。琼霄也知这是大事，此时收起玩闹之心，俏脸满是认真，金蛟剪也摸了出来。两缕阴阳气息飞来，将琼霄与青牛接入城内，落在断墙角落，与李长寿相会。白泽拉住金翅大鹏鸟的胳膊，面容肃穆地低声言说一二。金翅大鹏鸟点头答应，低声道：白先生放心，金鹏心底有数，若有必要，定不会心慈手软。龟灵圣母却抿嘴柔声道：修罗族也是生灵，咱们是不是尽力而为吧。水神也说过这般话语，所以才让咱们在此地阻拦。那光柱无法直接破掉吗？此前水神大人的化身已经去试过了，阻拦无用啊。那只是12品红莲能投出的光影。又有一批修罗族过来了，他们会越来越多，拦下他们。